各位同学们好，欢迎来到老架一路的第11节课，转身金刚捣对。好，接上式严守拱拳。好，严守拱拳变转身金刚捣对。动作一，松左胯，身法微向左转，同时两拳由拳变掌，左手逆缠上领，右手顺缠放松下合。两手相合于身前中线，左手自然搭在右手小臂内侧。好，翻掌，当走后弧，重心右移，合右胯，扣左脚脚尖。好，三，蹬右腿，身法螺旋，同时拨右掌，左掌下按，扫右腿，转身回正，同时顺势扣动左脚脚尖。左手前领，右手按掌，收右脚领左手，两手相合，左手自然搭在右手小臂内侧，右手折叠，放松握拳，相合于小腹丹田，冲拳提膝，正脚砸拳。好，再看一次，严守拱拳。动作一，松左胯，身法微向左转，两手由拳变掌，画圆相合于身前中线。二，翻掌，当走重心右移，合右胯，扣左脚脚尖。三，身法向右螺旋。四，拨右掌，左手顺势下按，转身扣左脚脚尖，身法回正，左手前领，右手下沉。好，根部相合。五，身法回正，两手交叉，放松握拳，画圆相合，冲拳提膝，正脚砸拳。金刚捣对的动作。好，我们换一个方向再看一下。好，反向，严守拱拳，转身变金刚捣对。动作一，松左胯，放松下沉，螺旋相合。二，当走后弧，重心右移。三，合胯扣脚，身法右转。四，蹬腿螺旋，扫腿转身，同时摆扣左脚，重心还在前腿。好，根部相合，放松握拳下沉，冲拳提膝，正脚砸拳。好，换方向看一下，背向，严守拱拳放松，下沉相合。二，当走后弧，重心右移，右手逆缠捧掌。三，合胯扣脚，身法转。四，当走螺旋，拨掌转身。五，回正，两手相合，落掌下沉，冲拳提膝，正脚砸拳。好，正向看一下，严守拱拳。好，一，松左螺旋相合。二，当重心右移，同时右手逆缠捧掌。三，合胯扣脚，身法螺旋。四，蹬地旋腰转胯，拨掌转身扣脚尖，回正相合，放松下沉，冲拳提膝，正脚砸拳。好，四个方向的严守拱拳转金刚捣对。那么下面呢，我们需要跟老师们去讲解几个细节。首先第一，我们在做严守拱拳的过程当中，从正向看一下，右手在放松下沉，两拳变掌向下相合时，不是双手稍节主动画圆，而是通过我们的左胯与右肩形成对角相合，通过左胯的放松下沉，带动右肩
螺旋顺缠，以肩领肘，以肘带手，放松下沉相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老师喜欢歪身子掌握到了这个技巧以后，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这个理解。所以当胯在左胯相合的过程当中，要保证两腿当胯在左胯折叠的同时，右胯上下相合，来让身体整体的螺旋放松下沉，以身体的左转带动右手的顺缠相合。那此时左手由拳变掌，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随身体的带动，身法左转，右肩向前，左肩向后，领带两手松沉画圆相合。如果找不到感觉的话，就想象我们的右肩有人推我们，突然间我们感受到这个力量，听到劲儿以后，顺势放松，将肩膀产生一个让开的动作。但是要记住，肩的运动和胯一个整体。第二个细节，当我们两手相合时，很多同学喜欢做成通过扣膝拧转，让力量从左脚的内侧来进行蹬地转身。这个时候呢，我们两胯在运动的时候是没有螺旋的合劲儿的。所以怎么做呢？走动重心的时候，一样要先将重心通过当走后弧的形式导换到右腿，右胯的松沉带动左胯向内相合。这个时候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跪膝，因为很多老师在运用当胯相合的时候，他用的关节不是胯，而是用的膝关节，扣膝也把脚带进来了，但是两者之间的用法是差别很大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所有的动作都是存在于大关节带动小关节的最基本的一个运行规律当中。好，重心到右腿，翻掌移动重心，咱们缠丝课当中多次强调。好，翻掌移重心，重心到位了，利用胯大关节带动小关节，当胯离跛合进来。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到第三个重点。很多老师说，老师，我转身的时候左脚经常会带不过来，转过来以后左脚会形成一个外八字，然后震脚的过程当中两胯撑得很难受。所以这个地方需要跟老师们讲两个小技巧。第一，我们通过身体的螺旋，重心到达右腿，扣左脚脚尖，在这个时候不是通过上半身单一的力量去走，因为咱们在讲第二个重点的时候，已经让大家把左胯扣进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蹬右腿，你看咱讲过大螺旋，重心的螺旋，蹬右腿，当胯顺势会形成蹬哪条腿身法向哪螺旋的动作。所以右腿一蹬，我们的身法就会形成一个以右腿立起于地，产生身法螺旋的一个外形变化。所以腿上才是我们转身螺旋的最基础的一个点，是不是？以左脚的脚后跟为轴，在转的过程当中，扫腿转身，当胯放松相合，以胯带动，就转过来了。那么我们既然有了节节贯穿这个概念，就肯定不能少到我们梢节上的配合。很多同学现在做这个画圆摆掌相合以后，它是这样子的，左手是在身体的左侧领力圆形成与中线的相合。第四个重点就是来跟老师们讲，左手的动作不是从身体的侧向领上来，而是从我们的身体旋转过来之后，向身体的前方左膝上方领带合胯折叠相合。为什么呢？你看，来同学们，咱们看一下动作的小细节。拨掌外蓬，合胯扣脚，螺旋转身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把左手向外边去带，那么本身我们想向右走一个劲儿，左手的向外的力就会拉住我们的身体转不动，导致你的身体转了一半，就着急
往前去合重心，把重心摔到前面。所以同学们再看，如果当我们的右手在向右侧前方在拨蓬的同时，左手顺势向右方推蓬一下，这个时候左手会往哪走？下上，随身法的右转，右肩向后，左肩向前，放松相合。你的左手会随身法的螺旋把它探出去，身体会形成一个一开，然后再向上相合的感觉，而不是这种我转过来之后直接摔到前方。来，再看一次。好，合手螺旋，当走后弧，合胯扣脚，看到了吗？身体会有一开一合，那向右的螺旋就是将我们的身体前后探开，向左回正的螺旋就将我们的身法左手走上弧线，随身法的下沉，领带出来的落掌，右手就随着当胯的左胯相合回来一个捧掌，加上我们的领右膝，形成了坐胯动作的一个相合。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的两腿，记住上右步这个动作不是靠转过来以后重心在后边蹬上来的，而是靠扫转过来之后重心不往后走，还在前腿，用腰腹的合力和左侧当胯的相合，带动右胯收进来，而不是蹬上来。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理解了。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螺旋在转的时候，不管你看咱们在鹅卵石的地还是在平地，只要能够将螺旋的力、相合的力体现到自己的身上，那么我们的动作就会做得非常合理，并且能够运用到身体的螺旋劲儿。太极拳最讲究螺旋，所以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就要记住这些点，避免用稍节的僵拙蛮力来去形成动作的一种相合，这样子才是我们追求太极拳当中身法螺旋时最重要的地方。最后，正脚砸拳还是要提醒大家，像当时讲第一个金刚捣对的时候，落脚不是向外栽身子，而是通过落胯相合，整个身体你从外表看是一个直上直下的过程，正脚相合有力，周身相合完整，这是我们的转身金刚捣对。好，感谢各位老师。